这一段是大家真正关心的自己的苦乐是谁造成的。通俗来说，怎么样能更幸运，怎么样能不倒霉，这是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。有的人认为这苦是自己造成的，有的人认为苦是由别人造成的，还有认为苦是由我和别人共同造成的，或者认为不是我也不是别人造成的，是自然出现的，随机的，都有一定道理，对吧？大毗婆沙论中讲了这样一个案例，我们先看看为什么人们会升起这样的见解呢？五一迦舍波出家前是个商人，经常出海贸易。第一次出海时遇到暴风暴雨，很辛苦，于是他就琢磨反思，苦是我自己造成的，一定是我出海前没有洗澡。好，第二次出海前他就焚香沐浴，但还是遇到暴风暴雨，很辛苦，于是他就琢磨反思，苦是上天造成的，一定是我出海前没有祭天。好吗？第三次出海前他就焚香沐浴祭天，但还是遇到暴风暴雨，很辛苦，于是他就琢磨反思，苦是我和别人共同造成的，一定是我祭天时心不够称，不够郑重。再来一次，第四次出海前他就很郑重的焚香沐浴祭天，但结果还是一样，于是他就琢磨反思，看来苦不是自己做的，也不是别人做的，都是无因无缘的，那做生意冒这么大风险有啥意义？于是他就出家了。既然是无一派，应该是耆那教的。他在王舍城遇到世尊，就问了这个困扰他好多年的问题，苦由谁造成的？世尊就跟他解释，诸法是因缘所生。现在经常也有人以为什么神能救他，什么咒能救他，偶尔也会灵，但总有时候竟然不灵。我心还不够诚，心诚则灵嘛。你注意到川普同学的红领带没有？有人问，大统领，你为啥总戴红领带呀？这能给我带来好运。那为啥有时候又不戴呢？因为那几天戴着红领带倒霉了，所以我会换几天，等感觉好了再换回来。这都是真事儿，但是不是说这些完全没用呢？也不见得。这样的行为能发生作用的原因在于心，但遇到逆境时，红领带能提醒川普，我有幸运加持，不要气馁，继续战斗，即使错了，打死也不要承认。还有不少人认为我倒霉是因为我睡觉时的朝向不对，是我家里的什么东西摆放不对，是我那天穿的衣服颜色不对，这些都是非因即因，非道即道，都是借镜取见。这就是很多人的颠倒。再讲一个案例，二战的时候，美军占领了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坦纳岛，他们在这个小岛上修建机场和基地。当时岛上有土著，他们还在用石头做成的斧头，背着弓箭狩猎，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。他们和古印度、古中国一样，都有原始的对大自然的信仰，认为有个万能的神灵。当他们看到一座座像山一样的东西从海洋上飘过来，这些白皮肤的家伙从山上下来，而有的坐着银色的大鸟从天而降，他们惊呆了。他们认为这是神派来的。美国大兵会雇这些土著装一些货物，有时候也会和他们交换岛上的特产，所以土著们第一次尝到了罐装的午餐肉和可乐。哇哦，味道好极了。接着他们还发现，在这些白人中间竟然也有黑人。哇哦，这些一定是已经修仙成功的祖先了。你看这些祖先们，他们也和白皮肤的神一样列队操练，也一样吃饭睡觉。哇哦，他们竟然不用打猎耶，
每天只要在纸上画来画去，那些巨大的鸟和山就会送来一堆一堆的东西。哇哦，太棒了！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了，战争结束，美军不再需要这个基地，他们拆掉了基地的房屋，然后又坐着大山和大鸟离开了。土著们闷圈了，这是咋回事？神不爱我们了吗？他们为什么走了呢？他们讨论了很久，得出结论：我们也要做和大兵们同样的事情，这样就能把大山和大鸟召唤回来，就能继续有无量无边像恒河沙一样多的福报了。耶，可乐，耶，午餐肉，我爱你们。怎么办呢？第一步，年长者会穿着军服，军服上还挂着勋章，小伙子们在胸前画上 USA， 扛着一端削尖的木棍，像大兵一样列队操练。列队站好后，整齐踏步走到旗杆前，升起星条旗，向左转，起步走，1、2、1。第二步，他们也学着铺设飞机跑道，而且用木头搭出一架飞机模型，还搭建了塔台，还有人像模像样的戴着木头做的耳麦，坐在塔台里，喂喂，动腰动腰，我是动脚，我是动脚。在中国，很多人是喂喂 ，Oh money go my home， Oh money go my home， Oh money go my home。跑道上还有人模仿飞机的轰鸣声，哦。另外还有人在跑道上重复做引导飞机降落的手势。当然还有神助攻，他们的巫师自称能收到来自神的信号，这些信号就像贾跃亭发出的信号，永远说：你们别着急，我马上就回来。从1945年一直到1990年，岛上大约还有5000多位成员参加这个活动。后来美国记者去岛上采访酋长，你们都坚持这么长时间了，大船还是没来，你们还相信美军是什么？酋长回答：你们不是也等你们的神2000多年了吗？他来了吗？所以你别以为他们傻哟，现在全球可是有接近一半的人，甚至更多的人都在做类似的事情，只是崇拜的东西变了点花样。所以你想这辈子过得快乐幸福，更幸运不倒霉，并不难，只要把这些错误的见解去掉，注意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只跟正确人在一起，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不酗酒，认真工作生活，在金钱上安排好。如果还有时间和精力，多听闻正法，练习思念处，你还有什么可焦虑的呢？